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之际，德国在各个战线上节节败退，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因此想凭借开发一些新式武器一举回天，从而诞生了许多人类的第一次。比如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巡航导弹 V1， 第一款投入实战弹道导弹 V2 等等。盟军在战争后期为了彻底摧毁德国的战斗力，派遣了大批战略轰炸机满载炸弹的问候德国本土的军工企业，比如为其护航的 P-51 野马、P-47 雷电战斗机性能都相当的出色。德军凭借 FW-190 也只能勉强打出1:1的交换比，使得德国不得不加速了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和服役步伐。人类航空史上第一种用于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密特 ME-262 就此诞生。它那呼啸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后掠式的机翼显示了战斗机发展的新方向，同时也揭开了空战史上崭新的一页。虽然 ME-262 被视作是深陷绝境的德军所施展的最后招数，而且其生产能力远远达不到扭转战局的需求，但不到1年的实战过程却证明它不愧是一种强大的作战飞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二战中与英国流星战斗机齐名的喷气式战斗机鼻祖梅塞施密特 ME-262。德国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德国以梅塞施密特公司和海因克尔公司为首的航空企业陷入了追求高速的竞赛之中。工程师们敏锐地发现了活塞发动机在速度上的瓶颈问题，开始研究喷气式推进模式。1939年8月27日，海因克尔公司研制的 HE-178 完成首次飞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机。然而此时，德空军的王牌战机 Bf-109 已经成为德国的主力战机，并凭借其优异的性能，成功发动了对波兰的闪击战。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德军进一步认可了 Bf-109，将 HE-178 的研制扼杀在了摇篮中。虽然喷气式飞机遭到军方的否定，但梅塞施密特公司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进行秘密研制，并于1941年组装出兼有活塞式发动机和喷气式发动机的双元动力 ME-262。军方也终于听取了飞机专家们的意见，相信自己的敌人早晚也会出现这种飞机，同意继续研制该机。但在首次的试飞中， ME-262 的2台喷气式发动机就双双停车，最后还是靠备份的活塞发动机逃过了机毁人亡的结局。这无疑给了 ME-262 当头一棒，工程师们不得不换发动机，调整机身结构。1942年7月18日，取消了活塞发动机的 ME-262 终于飞上了天空，并创造出了8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记录。经过不断的改进， ME-262 于1944年6月30日正式加入德国空军服役。ME-262 是一种全金属半硬壳结构轻型飞机，流线型的机身有一个三角形的断面，机头集中装备4门30毫米机炮和照相枪，半水炮型座舱盖在机身中部，可向右打开。前风挡玻璃厚90毫米，倚靠背铺15毫米钢板，均具备防弹能力。EZ-42 陀螺瞄准具或莱比 16B 瞄准具可用于机炮和火箭的发射瞄准。近三角形的尾翼呈十字相交于尾部，2台轴流式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短舱直接安装在后列的下单翼下方，前3点起落架可收入机内。梅塞施密特262机体长度 10.6 米，翼展 12.5 米，高度为 3.5 米，最大起飞重量 7.13 吨，其极速可以达到870公里每小时，航程为1050公里。作为新型动力装置， ME-262 采用的是容克公司的油墨109004型发动机，海平面静止推力850千克，油耗1650千克每小时，自重720千克，推重比 1.181， 翻修寿命50小时。虽工艺粗糙，故障率高，但仍不失为航空史上早期喷气发动机中最成功的型号之一。在武器系统上， ME-262 作为拦截盟军战略轰炸机的主力，其装备了4门口径达30毫米的 Mk108 航空机炮，这种机炮可以轻易地将 B-17 空中堡垒的机翼撕成碎片。此外，在 ME-262 其他型号上还有加装1门50毫米口径的 Mk214 型机炮版本，其凶残的火力给很多盟军飞行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希特勒的偏执，还催生出了 ME-262 单座轰炸机版本。
作为轰炸机使用的 MG-262可以携带2枚250公斤航空炸弹。尽管 MG-262性能这么强，但它可谓是命运多舛。1942年7月18日，温德尔上尉驾驶喷气式原型机试飞成功，德国空军于8月定性为雨燕。但独裁者希特勒在观看飞行表演后，极其武断地下令先将 MG-262作为高速轰炸机投产使用，因为他认为当时只有进攻，务需防卫。殊不知，他的这一决定不仅大大延缓了 MG-262作为新一代战斗机的正常发展，还差一点断送了这种性能超前的机种。1944年7月25日 ，MG-262首次与皇家空军一架文式飞机不期而遇。文式侦察机在慕尼黑上空9000米高度飞行，英国飞行员根本不害怕德国战斗机。通常，他们爬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早就没劲了。因此，当他们扭头发现身后400米处出现一架敌机的时候，多少有些惊讶。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这架飞机竟然没有螺旋桨。尽管前者以663千米每小时的速度俯冲脱离，但仍引起了盟军的注意和惊叹。8月，由翁兰少校指挥的第51轰炸航空团第一次将轰炸型 MG-262A-2A 投入到北非战场。但因为挂弹后速度降至670千米每小时，常常成为盟军螺旋桨战斗机追击的靶标。加上为预防俯冲引起的飞机解体，飞机只许做平飞投弹，造成命中偏差达到1到2千米。事实证明 ，MG-262根本不适合作为轰炸机使用。真正的战斗机改型 MG-262A-1A 是1944年6月才正式参战。在实验飞行队年轻的指挥官诺沃托夫少校率先击落盟军侦察机一架的2个月后，希特勒才允许有限生产这种战斗机改型，耽误近2年的时间，使他错过了2战最辉煌的时期。MG-262的威力得到认可后，产量也开始提高。至大战结束，各型 MG-262合计生产出1433架。该型战斗机在2战期间取得击落约509架敌机，自损100架的战绩。德军飞行员通常利用 MG-262携带大量 R4M 火箭弹，从轰炸机编队侧面接近，并在轰炸机 0.5 英寸口径机枪的射程外齐射火箭弹。1-2枚火箭弹的威力就足以击落以坚固而闻名的 B-17轰炸机，因为每次都有2至3架 MG-262 一同攻击，而被起了一个外号“德国空军狼群”。这些无疑深深震撼了同盟国。相比于箭一般的 MG-262，盟军的螺旋桨飞机仿佛在空中抛了锚，立刻陷入被屠宰的阴影当中。对此，盟军迅速做出了反应，发展了一套战术去对抗拥有巨大速度优势的 MG-262。轰炸机的护航机会飞在轰炸机编队的上方，以俯冲取得额外速度，缩短与 MG-262 之间的速度差距。MG-262 的灵活性比 P-51野马差一些。受过训练的盟军飞行员很容易就能够赶上一架转向中的 MG-262，但最可靠的方法还是攻击地面上的 MG-262，或者在他们起飞和降落时将之击落。因此，盟军会轰炸德军的喷气机基地，又会派战斗机在喷气机基地上空巡逻，随时攻击准备降落的喷气机。德军的反制方式是沿着降落路线架设起防空炮，和派战斗机护航起飞或降落的 MG-262。另一个实验性战术是把氮氧化物容器加到 P-51上，在追击 MG-262时，飞行员按下按钮就能够把氮氧化物注入到引擎，以取得额外的马力。可以说，德国的天空从没有离开过梅塞施密特这个姓氏。奈何 MG-262 服役的时间太晚了，此时的德国已经是穷途末路，再好的武器也改变不了结局。失去制空权的德国不得不领受美军针对喷气式飞机加工厂的大量轰炸，成千上万吨的炸药如雨点般洗礼着厂房和基地，起飞跑道上落满了大小弹坑，近1000架 MG-262 没来得及上战场，就在轰炸中化为灰烬。虽然 MG-262 在2战中没有像众多活塞式飞机一样辉煌战绩，但是它是第一种实用型喷气式战斗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MG-262 本身研制过程就充满波折，作战性能相当不成熟。2战结束后，德国由于战败而被迫关闭了梅塞施密特的飞机生产线，美苏两国则争先从德国抢夺专家、数据零件甚至整机，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成熟的喷气式飞机。可以说 MG-262 是用自己悲剧的命运换来了喷气式飞机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